这是中国奥林匹克2012年数学竞赛题，求最小的正整数 m， 满足105可以整除9的 p 的平方减去29的 p 的次方加上 m， 然后对所有 p 大于3的素数均成立。这105指的是可以整除所有的这些加起来，不是仅整除前面这一部分。那么呢，我们分析一下了，这个105是个比较大的数，它不是个素数，它等于3个数的乘积，也就是3乘以5乘以7。这样的话，这道题其实就变成了一个3个小题，找出一个 m 可以整除3，在另一个题呢是可以整除5，另一个题是可以整除7，然后把3个合起来，就相当于这么3个小题。那我们就一个小题一个小题来做。对于第一个小题，显然9的 p 的平方能整出个3，所以这个没什么悬念。9的 p 的平方，这个 p 是不是素数，3也能整出它。这个29不一样，29的 p 次方，它其实等于30减1的 p 次方。这个30是能整出个3的，然后你如果给它展开的话，它是30的 p 次方点点点，最后会因为 p 是奇数嘛，这素数也就是奇数，大于3。最后呢，所以最后一项一定是减1，也就是说，这个29的 p 次方相当于一个负1，那么这个负的29的 p 次方就相当于一个正1，后边还剩一个 m。第一个9的 p 次平方不用考虑，所以现在就变成了3必须能除开，这前面有个负号嘛，负1，负为正的，1加上 m 的问题了。所以 m 加1如果能除开3，那么呢3就能整出这一堆。所以呢，这个 m 放的这样的 m 当然很多了，我们可以从最小的往上数。第二个小问，比如说5能除开这些，5能除开这些呢，我们先一个考虑，9的 p 的平方，它是等于10减1 p 的平方。这个 p 的平方你就当成一个奇数来看，这时候。然后呢，因为现在考虑能不能整出来5啊，所以呢前面也是最后是10的 p 的平方，点点点，中间那些都能除开5，然后最后落了个减1。所以它这个其实就相当于一个减1，这个它除完的余数就相当于减1，也就是或者是正4，这是除完了5。然后看这个29的 p 次方，这个地方先放着，所以这就最后剩下一个负1，剩下一个负1。然后29的 p 次方，它对5怎么来除？它等于30减1的 p 次方，一样和上边一样。最后呢，30 p 次方点点，中间那些都能除开5，最后有一个负1。但这是负29的 p 次方，所以前面有个负号。有个负号的话呢，这前面就是个正1了，所以最后它剩下一个正1。所以呢，前面这个剩下一个负1，后边剩下一个正1，就抵消了。最后就看 m 自己能不能除开5了。也就是说 ，m 如果能除开5，这个第二个小问题就解决了。所以现在我们就得出了这么2个结论。看7这个稍微复杂一些。首先考虑这个9的 p 的平方的问题，它和7怎么考虑？9等于7加2嘛，7加2 p 的平方。所以如果一展开的话呢，会是7的 p 的平方加上一个7什么什么一大堆，最后加上一个2的 p 的平方。所以呢，它就相当于2的 p 的平方，它就相当于2。我们会想到2的几次方和7有什么关系呢？是2的3次方，除以7的话呢，会余1。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呢，把这个再进一步讨论，就2的 p 的平方等于2的 p 的平方减3加3，这不就出了个8了吗？然后等于2的3次方乘以2的 p 的平方减3。因为我们知道 p 是大于3的，所以这个后边还是整数，这个没什么关系。但前边呢，
就多出一个2的3次方了。2的3次方除以一个7之后呢，它相当于在数论上用这个表示相当于，所以我们也用3个横嘛。它相当于，比如说这是7加1，然后乘以2的 p 的平方减3，它呢就相当于这个1了，这7就没了，2的 p 的平方减3，也就是说它减了个3，也就是说这样一直可以减下去。下一个呢，我还可以减一个3，也就是说它相当于2的 p 次方有多少3可以减多少3，减去一个 n， 这个 n 呢是一个比较充分大的一个整数。那减到最后会是什么情况呢？减到最后我们就要看到这个 p 方除以3，它是余积了，因为 p 方 p 是个素数嘛 ，p 是素数，我们要知道啊。它素数的话呢，所以呢3是除不开 p 的，它是素数嘛。那么 p 呢可以表示成，比如说一个3，这里 k 没用上啊，那就3k 加减1，不管是加1减1都可以，也就只能这么两种表示。那么 p 的平方就等于9k 的平方加减6k 加1，最后一定是个加1，平方的时候加1了。然后这个 p 的平方除以3，你看它等于啥？所以3除以 p 的平方的时候，最后它余什么呢？最后它余了个1。它除以3的时候，最后它余了1了。也就 p 方除以3，最后会余1，会余1就知道了。这个减到最后，3减到最后就剩一个了，最后就剩一个1，也就相当于个2在这放。所以呢，这个9的 p 的平方，它就相当于一个2。然后呢，这是对7来除以7来说，因为这个 p 的平方减去3，最后减完最后就剩1了，也就最后呢，这就是个2，这就是个2。所以这个9的 p 的平方就相当于个2。然后呢，也就9的 p 的平方除以7之后会余2。那我们看29 p 的平方，29的 p 次方，29的 p 次方，这个比较容易，它等于28加1的 p 次方，4028嘛，所以呢，它就相当于1的 p 次方，1的 p 次方就相当于1，所以呢，这个比较容易。也就是说，这29的 p 次方除以7之后，肯定就是余1，它余不了别的。那么这两个条件加起来，但是我原式的是负29的 p 次方，所以这要加个负的就不一样了，加个负的，加的负的就是这样，就余的是负1了。然后这样的话，这几个式子都加起来，对于7来说，那么9的 p 的平方减去29的 p 次方加 m， 它就相当于第一个是2，第二个是负1，第三个是 m， 然后呢 mod 7，这就是除以7的意思。也就是说呢，就是相当于 m 加1这个数，就是7必须能除开 m 加1。所以这样的话呢，我们就得出了3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：7必须能除开 m 加1， 3必须能除开 m 加1， 5必须能除开 m。这个最小的 m 其实就很容易，因为这后边 m 加1是一样的，3、7、21，也就是 m 加1能除开21，然后 m 还能除开5，那 m 不就是20吗？最小的就是20呗，20还能买出20加1能除开21，所以最小的 m 就是20。所以这道题我们总结一下子，这道题呢就是把这个105给它分解成3个，然后把一个难题变成了3个，并不是很难的小题。哎，而且这里讨论的时候，这里这个7讨论稍微费点事，前面2个讨论还不算麻烦。